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一打开社交平台，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和我一样，被一组新图直接甜到了。没错，就是我们万众瞩目的龙脉 CP 宋威龙和赵今麦，他们竟然被拍到抱着同一束花，这波同框细节直接让 CP 粉们提前过大年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结合真实客观的信息，对于喜欢关注明星同框细节的网友来说，这样的画面确实很容易产生联想，尤其是当两束花在视觉上非常接近时，同款、同系列是不是有特别含义等讨论自然会出现。有人甚至笑称，一束花就足以让评论区瞬间变成大型磕糖现场。不过热闹归热闹，我们还是要把画面事实和网友解读分开来看。目前能够看到的是两人分别手持相似花束这一视觉细节。至于花是谁送的，为什么会出现相似花束，以及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其他特殊联系，仅凭这些画面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。也正因为存在这种不确定感，反而给网友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。一边是简单的花束，一边是不断增加的讨论，这种反差才让这件事情迅速拥有了话题度。很多 CP 粉看到类似画面时，第一反应往往是这也太巧了吧。尤其当花束的颜色、包装以及整体风格都比较接近时，视觉上的同款感确实非常强。但从理性角度来说，相似并不等于同一束，更不能直接等同于某种关系上的证据。娱乐内容中经常会出现相同品牌、相似礼物或者同类型花束，活动现场、剧组安排、工作人员准备、品牌合作等，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。因此，与其急着把一束花定义成实锤，不如把它当成一个有趣的观察点。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其实是网友为什么会如此关注。因为 CP 文化本身就特别重视细节，一个眼神、一句台词、一次自然互动，甚至一件相似的物品，都可能成为粉丝讨论角色关系和荧幕化学反应的入口。宋威龙与赵今麦如果曾经因为作品或公开活动受到关注，那么两人的任何同框细节都更容易被放大观察。花束只是其中一个小切口，却恰好满足了网友对于细节感的期待。所以与其说花束证明了什么，不如说它再次说明了 CP 文化为什么能够持续产生话题。大家喜欢的往往就是这种充满想象空间的小细节。如果说普通观众看到的是两束相似的花，那么 CP 粉看到的可能是一整段可以自行补充的故事。是谁送的？为什么两个人拿着这么像的花？是不是同一个系列？几个问题一出现，评论区的气氛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有人开始认真对比花束细节，有人寻找公开活动背景，也有人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进行二次解读。这就是 CP 粉丝文化非常有意思的一面。一个原本没有完整故事的画面，会因为观众的情绪投入而产生新的讨论空间。当然，这种磕糖更适合建立在娱乐和想象的基础上。喜欢一个 CP， 可以享受两个人同框时的氛围感，也可以欣赏他们在作品中的互动，但不必把每一个细节都当成现实关系的证明。事实上，越是能够保持这样的距离感， CP 讨论反而越轻松。大家可以一起开心地分析画面，一起讨论两人的表现，同时也尊重演员本人以及公开信息能够确认的事实。所以所谓过年了，更多是一种粉丝式的快乐表达，而不是对现实关系的判断。为什么同样是一束花，有人觉得普通，有人却觉得特别甜？答案可能就在氛围感3个字。娱乐内容之所以容易让人产生情绪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画面会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。两个人、两束相似的花，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构图，
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故事感。这种故事感不一定来自真实恋爱，也不一定需要所谓实锤。有时候演员之间自然的镜头表现、作品角色留下的印象，以及观众对两人互动的好感，就已经足够形成 CP 氛围。而宋威龙和赵今麦这次引发讨论的花束细节，恰恰属于这种情况。它没有必要被包装成一个确定答案，相反，保留一点未知，反而让网友有更多讨论空间。如果未来有新的公开信息能够解释花束来源，大家自然可以根据事实继续判断。如果没有，也完全不影响这次讨论本身带来的娱乐价值。毕竟，喜欢 CP 的快乐，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细节，然后会心一笑。从同款花束到龙脉 CP 粉过年，这次话题最值得关注的，并不是我们能不能从花束里找到某种确定答案，而是网友如何因为一个小细节产生共同话题。对于喜欢宋威龙和赵今麦的观众来说，可以欣赏两人的作品，可以喜欢他们同框时的氛围，也可以开心参与轻松的 CP 讨论。但同时需要注意，公开画面能够证明的只是画面本身，不能因为花束相似就进一步推断两人的私人关系。把事实和想象分开，既不会减少磕糖的快乐，反而能够让讨论更加健康自然。一束花可以成为话题，却不必急着成为结论。一次同框可以让人心动，也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马上为它赋予某种确定的定义。对于喜欢宋威龙和赵今麦的观众来说，这次相似花束之所以引发讨论，真正吸引人的或许并不是花到底代表什么，而是这个小细节给大家留下了多少想象空间。娱乐圈里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，往往并不是刻意制造的大场面，而是一些不经意的画面。相似的花束，自然的同框，一个轻松的笑容，都可能让观众产生这个画面很有感觉的直观印象。尤其对于关注两人作品和互动的观众而言，这种视觉上的巧合很容易被放大观察，也很容易成为大家交流观点的共同话题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花束相似只能说明画面存在相似之处，不能仅凭这一点推断花束的来源，更不能直接证明两人的私人关系。网友所说的甜好磕，过年了，更多是一种轻松的粉丝表达，是大家在欣赏画面时产生的情绪共鸣，而不是对现实情况的确定判断。其实，保留这种适度的想象空间，反而能够让娱乐讨论更加有趣。我们可以开心地分析花束的细节，可以讨论两人的镜头氛围，也可以分享自己看到画面后的第一反应，同时尊重目前能够确认的公开信息。这样的磕糖既有趣又不会越过事实边界。那么，如果你也关注宋威龙和赵今麦，看到这次相似花束时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觉得它只是普通的同款花束，还是确实带来了一种特别的龙脉氛围感？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，说说你最注意到的细节，也看看其他观众是不是和你有一样的感受。感谢大家一直看到这里，也真心感谢每一位关注、点赞和支持频道的朋友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真实、有趣、注重细节，同时又保持理性分析的娱乐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关注频道。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